在全球区块链行业备受瞩目的时刻即将到来。Pi Network 官方宣布，将于2025年5月14日揭晓主网生态系统的一项重要发布。这一消息无疑令全球数千万先锋充满期待，但由于全球时区不同，公告通常不会在确切的时间发布，出现在当日稍晚时间。对于长期关注 Pi Network 发展的先锋们来说，此类时间差早已习以为常。官方核心团队一直以来都秉持着审慎、稳重的原则来推动项目每一个阶段的进展，因此每一次发布的信息往往都经过充分的筹备与论证。这次的主网生态系统更新，如果内容如外界所预测那般重磅，不排除会引发 Pi 币价格的积极波动，甚至可能开启新一轮市场行情的上调周期。我们要提醒每一位 Pi Network 的支持者，保持理性与耐心是对项目最大的支持。只有在充分验证后的消息发布，才能真正助力整个网络生态的稳定发展。与此同时，更加令人振奋的是，从2025年5月14日至16日，多伦多全球区块链共识峰会。这场大会将汇聚来自全球的顶级项目方、技术开发者、投资机构与政策制定者，共同探讨区块链未来的发展趋势与应用落地。大会将通过 X 平台、原 Twitter、YouTube、LinkedIn、Rumble 及 CoinDesk 等多个权威渠道进行全球同步直播，预计将吸引数百万观众在线观看。而最令 Pi Network 社群振奋的是，派核心团队的灵魂人物尼古拉斯博士将于美国东部时间5月16日星期五上午11点05分，对应太平洋时间上午8点05分，首次代表 Pi Network 在全球区块链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这不仅是尼古拉斯博士的首次全球公开亮相，更标志着 Pi Network 迈入国际舞台中心，向全球展示其独特的技术架构、去中心化理念及日益完善的生态布局。此次演讲的内容将围绕多个核心议题展开，其中包括网络开源计划的具体推进、主网生态系统的开放进度，以及关于 Pi 币大规模应用战略的全新规划。对于长久以来关注主网迁移进展、生态开发者工具开放以及 Pi 支付应用落地的先锋而言，这次演讲无疑具有极高的信息价值和战略意义。Pi Network 始终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范围内可被广泛应用的 Web3 社交支付生态系统。如今，随着主网开放时间临近，生态建设逐渐完善， Pi Network 正站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节点。尼古拉斯博士在这次全球峰会上的演讲，象征着 Pi Network 愿意并准备好接受全球用户与市场的全面检验，也意味着一个以真实用户网络为基础的区块链应用时代正在逐步成型。所以，请每一位先锋继续保持关注，无论你是早期布道者，还是近期才加入这个社区的新成员，这个5月，我们都将在同一个梦想的旗帜下，见证 Pi Network 从共识迈向共荣的关键跨越。主网的脚步已近，全球的目光聚焦于此。Pi Network 的未来正在被历史记录。交易所数据与市值增长空间，目前 Pi 网络已在19家交易所上线，其中6家完成了 KYB 认证，现价约为 1.1 美元每枚。若 Pi 币实现全流通，其预估市值可达900亿美元。这一数字与行业内的巨头相比，无疑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例如，比特币的价格高达10万美元每枚，市值达到了 2.06 万亿美元；以太坊则以2491美元每枚的价格，拥有3009亿美元的市值。从2019年到2022年，Pi 网络正处于认知准备阶段，这是一段默默积累、蓄势待发的时期。而2022年至2025年是主网的筹备阶段，各项基础设施和技术架构在不断完善。2025年，Pi 网络才真正迎来了全新的发展起点，未来的增长潜力不可限量。在分析 Pi 网络的市值增长空间时，我们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的价格波动，
而要深入剖析其内在价值和长期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这一新兴项目所蕴含的巨大机遇。三维生态的进化之路。Pi 网络的定位从支付领域的1维到3维实现了一次质的飞跃。比特币专注于点对点支付，以太坊引入了智能合约，而 Pi 网络则致力于打造一个全球化数字信用支付体系。Pi Network 公链通过整合电商、社交等多种场景，构建了一个复合生态。虽然当前的生态规模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其应用场景的扩展性却蕴含着1000倍增长的核心逻辑。这种多元化的生态布局，使得 Pi 网络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单纯的交易功能。我们期待着生态公告在今晚的发布，相信它将为我们带来更多关于 Pi 网络生态发展的积极信号。技术架构与去中心化愿景。Pi 公链的核心目标是构建一个全球去中心化支付网络。借助区块链智能合约技术， Pi 网络致力于消除传统金融中介，从而实现近似于零手续费交易。这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还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透明度。此外， Pi 网络特别关注全球数十亿无银行账户用户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内嵌的 Web3 支付能力，如游戏、直播、电商的一键支付功能， Pi 网络将虚拟经济与真实经济场景紧密相连。用户无需依赖支付宝或微信等中心化支付平台，即可直接进行点对点交易。这种技术设计为跨应用支付提供了坚实的底层支持，为未来的大规模应用奠定了基础。双轮驱动的生态发展模式。Pi 网络采用官方主导加社区共建的双轮驱动模式，以推进落地应用的快速发展。核心团队正在积极开发官方商城，并开放 APK 接口，以便第三方平台如亚马逊、淘宝类电商能够轻松接入 Pi 币支付插件。这一策略旨在加速生态的扩张，提升 Pi 网络的市场渗透率。我们可以从支付宝的早期发展路径中找到类似的启示。一旦 Pi 网络成功打通电商、打车等高频场景，其作为支付媒介的潜力将得到充分释放，有望迎来爆发式增长。金融普惠与生态通证的长期价值。 Pi 币的定位超越了普通支付工具的范畴，它的目标是成为无需信任的全球信用支付系统。通过降低数字经济的参与门槛， Pi 网络尤其惠及了欠发达地区那些没有银行账户的人群。当前的生态虽然尚未完全成熟，但 Pi 网络的设计逻辑精准地直击了传统金融的痛点。通过去中心化架构， Pi 网络有望消除手续费和中介壁垒，重塑主流支付格局，为全球用户带来更加普惠、便捷的金融服务。主网升级与新兴市场技术适配。为了确保主网发布后能够实现全球覆盖， Pi 网络采取了一系列创新的技术适配措施。团队引入了卫星互联网支持，并开发了手势操作钱包功能，以适应基础设施薄弱的地区。同时，团队正通过线下支付部署，积极扩大在新兴市场的渗透率。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 Pi 网络的技术包容性，还增强了其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为未来的发展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手机挖矿的争议与代币分配本质。针对一些关于手机挖矿不现实的质疑声音， Pi 网络团队给出了明确的解释。实际上，手机挖矿是一种代币空投算法分配机制，与以太坊等项目早期的矿工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Pi 网络的实际运行是由20万计算机节点来维护的，而上亿手机用户仅仅是参与了代币的分发过程。那些对 Pi 网络进行无端诋毁的人，往往是因为对这一创新机制缺乏了解。真正的先锋们对于这些无知的言论，自然是不屑于回应。与以太坊 3.88 亿持币地址中仅有极少数原始矿工的情况相比， Pi 币拥有1级的原始持币地址，这为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社区基础。未来，预计全球持币用户将突破5亿，这将进一步推动 Pi 网络的发展壮大。
社区忠诚度与6年沉淀的价值。6年的时间，Pi 网络通过手机挖矿积累了庞大的先锋用户群体，这些用户构成了项目信任的坚实基础。与以太坊持币者大多通过二级市场获取代币不同， Pi 币的原始分配机制更加公平合理。这种长期主义的叙事强化了社区共识的稀缺性，使得 Pi 网络的社区忠诚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加密货币市场中，这种高度的社区凝聚力无疑成为了 Pi 网络的一大优势。综合来看， Pi 网络凭借其独特的3维生态定位、先进的技术架构、创新的双轮驱动发展模式以及坚实的社区基础，正逐渐在加密货币领域崭露头角。虽然目前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但其展现出的巨大增长潜力和独特的价值主张，值得每一位关注加密货币领域的朋友深入研究和探索。未来，Pi 网络将如何发展演变，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